往贴继续的听一下。兄弟们，车到了啊！一会儿开箱。兄弟们，看一下生产日期啊，12月27号生产出来的，这都1月10号了才到我这儿。说一下这个外包装哈，这种相对来说还不是特别的安全。如果货运途中挤碎了，就直接磕到车了。其实相对来说还是钢架比较安全一点。Oi, brother. Yeah, brother. Oi, brother. Oi, brother. Oi, brother. I am brother. Oi, chipa, brother. 这撕膜的感觉挺好的。我们再看一下随车带的箱子里边都是什么。这个是车辆合格证哈，保修书什么的。然后这个是电瓶，这个应该是预定的礼物啊，电池，那个电池钥匙，看一下这钥匙，然后还有一个徽章，银币嘛，这钥匙链，这是备用钥匙，这主钥匙在哪？锁头，这锁头是干什么的？行车反光条贴的，自己加装。这个是随车工具，防冻液。目前就是这一把钥匙，等一会儿我们再看看车上还有没有。主钥匙在车把上。镀铬排气筒好看，但保养比较麻烦。前轮是120宽度哈，18寸的轮毂。基本上不出意料就是单碟，开方定制的卡钳，单碟刹。基本上300排量的大部分都是这种配置。这个应该是铸造的，后屁股设计的还是比较紧凑。我们看一下后轮啊，后轮是160开宽，15寸的轮毂，排气是单出啊。这个尾灯还是比较精益的，一会儿我们装上电瓶启动一下，师傅在勤劳的装上电瓶。声音还是比较浑厚的，我们继续的听一下。这个灯见仁见智吧，我感觉像个电动车。近光灯，然后调一下远光，中间这个是远光灯，中控功能让我挺新鲜的，不仅有可分区的蓝牙功能，车机还支持安卓、苹果和鸿蒙的连接，而且你装了无忧包，还有前后记录仪和胎压检测。不过我没选这个，如果长期旅行，我建议可以选装下，毕竟人开关都配好了。这个电动风挡还是效果比较大的啊，回来我们具体跑到路上试一下。最后说几个之前很多网友关注的问题。油箱盖哈，第2批量产车有没有改进哈？就这个地方以前是经常会扣下去弹不上来，现在明显的改进了，还是值得表扬的。车架号设计在这个后座这个地方啊，这个方便拓印，这还挺人性化的一个设计啊。当然前面也打不开，这个边箱是大家比较诟病的哈，这个钥匙手动电箱，这个阻尼感也特别差，有阻尼感吗？就是很强的阻尼感，空间不是很大，装个随车工具啊、水啊什么的，简单的小东西吧。还扣不死。大家能不能看到这个？能不能看到车把在震动？这个车把抖的还是比较厉害的，也可能是冷车刚启动啊。等一会儿我们热车了以后试试，看看它抖不抖。看一下这个啊，它是镂空横的这个地方啊，应该是这个地方连了一个车机，直接连到这个屏幕上。然后塑料质感还是比较强的，不像正常的我们的车上的那种金属漆那么强烈的厚实的这个感觉啊，这个相对来说感觉上的有点薄。
然后这边的话，也是一样，塑料质感特别强的感觉。这个蓝牙捣鼓一上午终于弄明白了，这个还是有点繁琐的步骤。首先我们要先开机以后，先按这个键打开音箱，然后呢，我们再选择连接蓝牙。连接完蓝牙电话蓝牙之后呢，我们还要选择去配对这个音乐蓝牙，然后才可以进行放歌。我们现在放首歌试试啊。这个转向灯是在车的后视镜上面，这个是手动的，不是电动。还是有点难掰的，阻尼感不是特别好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二批的这个接缝啊，我个人觉得啊，还做的比较工整，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瑕疵啊。然后呢，包括后尾箱，包括油箱盖都没有这个阻尼设置啊，缓升缓降的这种设置，这个是不太尽如人意。但是这300排量的车，是吧？我们也不能要求它太多。好了，下个视频我们说一下骑起来的感受，争取年前能出深度测评吧。